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央视网曝光了一个画面，展示了一款新型战机，它的绰号叫利剑。那么一说到利剑呢，肯定会有很多网友或者观众呢想到我们前些年首飞的利剑无人机。那么利剑无人机是采用飞翼式气动布局的一款喷气式隐身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原型机。那么这次曝光的利剑跟它的外形差得很大，这显然是一款新的利剑。那么这个利剑和我们过去可看到的岸舰无人机却非常接近。其实呢，新利剑和岸舰的模型我们曾经在珠海航展上见过。那么无论是利剑还是岸舰，当时呢都没有公布相应的尺寸参数以及性能数据。那么引起了咱们国内的媒体甚至国外媒体的广泛猜测，其中呢，岸舰这款无人战机受到关注呢更多。但这次曝光的利剑和上次展出的利剑，我个人看法应该差不太多。它和岸舰有什么区别呢？从气动外形上看差不太多，但是主翼不一样。岸舰的主翼是后掠的，而利剑的主翼是前掠的。它们的机身都是一个大三角形的机身，前面有一个压翼，再加上后掠或者前掠的主翼。那么三角形的后端可能是带有操纵翼面的，同时呢，它还有 V 字形的垂直尾翼。发动机进气道不是像一般的隐身无人机那样设置在机背，而是放在机腹。那么这样的一个外观，可以说它更加强调机动性与隐身性能的综合。如果你把进气道放在背部，那么高机动或者是大倾角飞行肯定会受到影响，而放在机腹，大机动的这个动作应该说就能充分的发挥出来了。有媒体分析，岸舰既然是无人驾驶战斗机，因此它采用后掠翼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能没办法超过音速。而利剑之所以采用前掠翼，是因为它要实施高机动的和超音速的飞行。那么这个分析对不对呢？我个人看法没有道理。无论是后掠翼还是前掠翼，应该说都适合高速飞行。因此利剑也好，岸舰也好，有人驾驶也好，无人驾驶也好，只要发动机匹配合适，它们都能够做超音速飞行。而且岸舰这款无人战机，它的最大机动过载可能要比有人驾驶飞机还要大可以达到10个 G、11个 G、12个 G， 甚至到15个 G， 因此它的机动性有可能超过有人驾驶战机。那么利剑从外观上看，它有一个座舱盖，那么显然它是载人的飞机。而机翼为什么采用前掠？因为前掠翼有它的优势，特别是在跨音速飞行阶段，它的相对的阻力比较小，升阻比比较高，因此无论是航程还是跨音速的机动飞行能力都有较大幅度的改善。当然，这样的前掠翼需要采取比较先进的复合材料技术来进行设计，才能保证它的气动弹性发散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有人驾驶的战机和岸舰这款无人驾驶战机，如果都能够研制出来，它们是个什么关系呢？我想可能会构成这么一个有人驾驶的利剑是长机，无人驾驶的岸舰是僚机。那么长机和中程僚机搭配使用，而且它们的隐身性能、机动性能、最大飞行性能都非常接近。某些方面，岸舰的最大航程甚至还可能超过这个有人驾驶的利剑。那么它们双方搭配起来，就有可能改变未来战场的态势。当然，利剑也好，岸舰也好，它们的研发难度都比较大。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把这两款姐妹飞机或者兄弟飞机研制成功，在有人驾驶战机的领域和无人驾驶战机的领域都开发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平台来呢？这个呢，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其中呢，尤其是岸舰，因为一旦它研发成功，将成为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中飞行速度最快、机动性最好的隐身无人战机。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